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入秋后要多吃红色的食物，比如用红豆和红皮花生做的这类食物，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。那我今天呢，就用花生和红豆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营养又好吃的做法，做一次能吃1个月，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50克红豆和50克花生。花生我们最好选红皮花生，这样的花生营养比较丰富。再把红豆和花生倒入大碗中，加入50克黑米，再加入50克糯米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没过所有食材，把这些食材都淘洗一下，把表面的灰尘清洗掉，用手像这样轻轻的抓洗几遍就可以。清洗一遍之后，再把淘米水倒出来，淘米水不要扔了，可以用来浇花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再给它好好的清洗一下，然后放一旁浸泡1个晚上。这些食材已经泡了1个晚上了，我们来看看，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变得胖乎乎的。再给它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入蒸锅中，蒸锅提前铺好硅胶垫，用手给它铺平铺均匀，薄薄的铺上一层，中间再用筷子给它戳出一些窝窝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到火蒸4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准备30克葡萄干，再加入30克红枣，淋少许清水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勺食盐，加勺面粉，用手搓匀，让每一个葡萄干和红枣都能裹上一层面粉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些褶皱，里面都是藏温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是很难清洗干净的。这里加食盐呢，可以让红枣和葡萄干里面的脏东西自己跑出来。面粉又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吸附掉红枣和葡萄干里面的杂质和灰尘。抓拌至感觉有一点粘手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没过所有食材，把葡萄干和红枣都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面粉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再取出一把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全部剪好后，再用刀把红枣和葡萄干剁碎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，最后切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，接着再准备50克玉米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玉米淘洗干净，把表面的灰尘淘洗掉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红枣的盘中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红豆花生也蒸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取1颗红豆，用手一捏就碎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这几种食材中，红豆是最难煮熟的，如果红豆都已经熟了，说明其他的食材都熟了。再用勺子舀出来，放入一个大碗中，再加入刚准备好的红枣、葡萄干和玉米，再加入30克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也可以换成红糖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搅匀后，再加入100克糯米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最后搅拌成这种没有干粉颗粒就可以。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抓一小把红豆馅，用手捏一捏，再放到手心给它搓圆，搓成和鸡蛋黄一样大小的小圆球就可以。再用拇指在底部给它钻出一个窝窝，
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依次用同样的方法把剩下的红豆馅都揉完，全部揉完后再准备一个盘子，往里边倒入100克糯米粉，把刚做好的红豆窝窝头放到糯米粉的盘中，给它均匀的裹上一层糯米粉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再取出来放入清水中，再给它裹上一层清水，动作一定要快一些，不能放清水里浸泡太久，然后再取出来，再放回糯米粉的盘中，再给它裹上一层糯米粉，表面都要裹上一层糯米粉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剩下的用同样的方法做完。全部做好后，准备一个蒸屉，在底部铺上一张硅胶垫，把做好的红豆窝窝头放入蒸屉中，中间要留一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做好后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2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红褐色的外表看着就很有食欲啊，像这样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稍微放凉后再把它装入盘中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红豆窝窝头就做好了，色泽好看，营养丰富。轻轻掰开，个头敦实的粘豆包就显出了真容，红褐色的外表，微微圆巧的形状，看着非常喜庆。趁着热乎拿起一个，还没入口，清爽的豆子香甜就给了人最为直接的诱惑。吃上一口，唇齿便被清甜萦绕，清脆软糯的口感煎炸，越是咀嚼，滋味就越是香浓。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，稍微放凉后把它装进保鲜盒里密封起来，放冰箱冷冻保存，放上1个月都不会坏。早上起来无锡解冻，上锅蒸一蒸就可以吃了，非常的简单快速，而且这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，营养是非常的丰富了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